它拥有无限式精神武器，是精神感应系统的一种尝试。它的出现让地球联邦大吃一惊，地球联邦称它为所罗门的幽灵。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CM，2周不见，略微想念，非常高兴你能点进来。这里是解析系列，上一个影片我们已经开启了新人类的专场，讲完了首台新人类 MA， 接着我们快马加鞭第二台，毕竟我有的是存货啊，不，毕竟咱主打一个宠粉。另外，由于是冷门机，本期应该没什么观众，所以这一次的文案我放飞一下自我。好 ，New Tape 专用，第二台是什么？哟，不得了了！不但机体强，重点是这个妹子，我亮不亮？靓到咚一声。好，老样子，咱不扯作品，不说作者，也不管发售年代，不生硬，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讲讲结构和故事。先看个片头，我们立马开始。说起一年战争，联邦能扭转战局，主要靠的就是一身肥肉啊，不是，靠的是财大气粗。对方出 MS， 他们就抄，没事，钱多，不但要抄，而且还要加料的抄。正所谓阿毛整饼，冇嗰樣整嗰樣，简直比鹅厂还凶。所以对于吉翁来说也是头疼，什么技术丢出去也就赢了个上半场。但是有一种技术，联邦想抄也没法抄。那就是弗拉纳冈的精神感应系统。说起这一套系统，吉翁可算是遥遥领先，简直是捅破天花板，冲出了大气层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瓶颈也来了，那就是小型化。毕竟这么大一台机，在宇宙晃来晃去的，人家联邦也不是瞎子，这玩意跟个靶子一样飘来飘去的，不射一炮简直就不是男人了。而在一年战争末期，这个瓶颈终于突破。有线控制模式也终于成功的装备在 MS 上，而对于无线式的精神感应系统，能否小型化呢？如果你去问研发人员，他一定会说：“食懵雷啊，想什么呢？”是的，在那个时代，小型化的无线感应系统是一个很大的坎，所以它能承载的依然是超大型 MA。对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MAM08 艾尔梅斯，港译为艾美号。它是由吉翁公国、弗拉纳冈联合开发的新人类专用 MA， 也是第一款装备了无线控制浮游炮，也就是 BIT， 以 BIT 为前提进行超远距离攻击，可以看成是卡比尼的元祖，你就看他们俩的头就知道是什么关系了。另外，从技术方面去看，估计就能想象出它有多大。我也不比手势了，直接上图。拿 RX-78-2高达作为参考物，可以看出它有多巨大。果然，游戏里面都是骗人的。相信这里有少部分的人是在激战中认识它的。在激战里，它就是个小飞机。SD 高达会稍微还原点。好，说回本机，因为是以 BIT 为前提所开发，所以没有装备爪钳这类手臂。固定武器是2门 Mega 粒子炮，在拉拉星这种有高度新人类能力的人驾驶着，让 BIT 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在所罗门那次战役中，单人就搞定了战舰和 MS， 人家联邦吃着火锅唱着歌，突然就被击沉了。由于败得一脸懵逼，这台艾尔梅斯也被联邦军称之为所罗门的亡灵。好，顺着联邦的一脸懵逼，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亡灵是什么结构。全高为 84.4 米，重为 163.7 吨，出力为14200千瓦，推力为645200 kg， 整体看起来就像一顶尖帽子。当然，联邦也是这么喊它的。由于这一次的影片依然是一台精神感应系统的 MA， 但这一项技术就几乎塞满了全身，加上皮又厚，所以外表上比较简单。我们就顺便让它转一圈观察一下。先看正面，由于没有爪钳这类手臂，所以看起来就像一颗大蒜。从结构上其实可以分成上下2块，我们从下往上看。首先，下面这个类似于 March 的板块是推进板块，由2个发动机组成。箭头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类似于滑雪板一样的起落架，两边各1个，加上前面头部的一共3个。在动画中，只要是飞行状态，就会直接把起落架收纳在机体的内部。接下来转个身，看看屁股的位置，这里是推进喷嘴，左右各3个，一共6个。
最大加速可以冲到 2.21G， 在动画中通常都是咻，速度是非常的快。好，底部板块结束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另外，这台 MA 从推进角度看，只能向前冲，没有任何的 AMBAC 系统，所以姿势控制只能靠机体内设置的螺旋仪来控制。就这样都能跟高达打得有来有往，那也是相当的嘎塞了。在推进板块上方就是本机的主体，就像三文鱼寿司一样，直接盖在上面。整个机身为曲线设计，非常的丝滑，搭配它屁股的大推力，可以让冲击力更强。这个位置有一个尖尖的东西翘了起来，是一根天线，用的是米诺夫的通讯方式，这也是本机的象征。尖帽子里面的尖说的就是这根天线。在天线的后面有两个圆形的舱门，这是 BIT 浮游炮的发射口，而天线的前方是这台 MA 唯一的内嵌式武器，2门 Mega 粒子炮。威力方面，由于有高出力发动机，所以威力是战舰等级的，但从炮的活动范围来看，比较燃并卵。这两个武器我们丢到影片的后面，一会再说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头部的这个位置，按吉翁的尿性，一般都应该有单眼摄像，但是艾尔梅斯没有，这直接就是一块透明罩，外面的景象全靠驾驶员的精神感应，毕竟新人类的能力靠的就是感应。从这个位置的宽度可以看出，是真的相当的宽敞。我们进去瞄两眼，果然从这个角度看是真的宽，做个瑜伽都不过分。在座位的后面都设置了高性能的缓冲装置，毕竟艾尔梅斯的速度快，这个缓冲机制可以很好的保护驾驶员不受居力的伤害。另外，座位也可以向后退，真的是很安全，安全个屁呀！这个保护机制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。全身厚装甲有良好的耐弹性，但偏偏驾驶舱的前面只有一个透明材质，而且完全暴露驾驶员的位置，明白给敌军一个准星。还有这个座位向后退，真的服了，弹出去都比向后退来的安全。在动画中，阿姆罗一刀过去，位置直接后退，退了个寂寞，真的是气得我前列腺都堵了。好，不激动，我们继续。这里是驾驶台，前面的这个是操作杆，就大家看到的一样，除了这个单一的操作杆以外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前方一排都是各类数据的监视器，单看这个操作台就知道，整台 MA 的操控和运用都是靠精神感应系统。说到精神感应系统，我相信基本上大家脑海里想的都是 BIT 浮游炮，包括我以前也是这么想，但其实没有这么狭窄。除了控制武器以外，机体操控也一样是谋得等。正常的机体操控是通过各类的操作杆进行全方位的控制，但精神感应可以通过大脑直接反应，让机体做出对应的行为。两种模式其实想想都知道哪种更快。更何况新人类还拥有预判能力，对于正常人来说，那简直是神级的存在。这也难怪连布莱特都打过好打过窿。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精神感应能够操控机体，那还要个控制杆做什么？一个座位就好了，驾驶员直接冥想控制不香吗？对，人家吉翁确实这样想，但没办法，毕竟技术还不成熟，所以依然有个控制杆，而精神感应控制属于辅助控制。好了，看完这台 MA，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驾驶员的部分。这里我又要声明一下了，我会借用 GTO 的动画素材，但内容按照原设定走。好，拉拉星，他是吉翁军的一员，属于少尉的级别。关于前身的经历，按原设定有2种说法，我都来讲讲吧。第一种设定就是在1年战争期间，拉拉一家由于战争的爆发导致父母双亡，在这期间刚好被夏亚捡了回来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捡回来的，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呢。而另一种说法是，他出生于地球印度，先是在孤儿院长大，然后被一家妓院收养。而此时此刻的夏亚因为卡尔玛的战死而被等冬菇，也正好在妓院。至于为什么跑去妓院，咱也不敢说，咱也不敢问。最后发现了拉拉星，把他赎了回来。当然 GTO 的就是第3种说法了，这里我就不说了。不管是哪一种说法，后面的走向都一样，那就是夏亚发现了拉拉星的能力，然后送往了基西利亚管辖的机构弗拉纳冈。在研究期间，由于发挥了超强的能力，把研究人员都吓了一跳，
因此他也有了弗拉纳冈优等生的评价。在所罗门战役中，以超远距离直接操翻了多台战舰和 MS 的成绩，被授予少尉的等级，直接分配到机动独立第300战队。就在夏亚登陆了殖民卫星后，正式的跟夏亚会合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战役。对，接下来就是战役部分，我们一起看看拉拉星驾驶着艾尔梅斯都打了哪些战役。先是第一战，所罗门袭击战。由于艾尔梅斯已经调整完毕，需要进行操作测试，要测试那当然要找联邦来开刀，所以选了那个被地球占领的宇宙要塞所罗门。只见拉拉星直接发出感应波，战役开始。此时此刻的联邦正在所罗门吹着喇叭敲着鼓迎接着雷比尔。突然四周发出啦啦的声音，然后一道光束就射了过来，其他地方也一样，莫名其妙的听到了声音，正一脸懵逼的情况下被射爆。顿时整个要塞都四处开花，所有的联邦人员包括雷比尔都听到了啦啦这样的优美幻听，就像这样。话说还好人家叫拉拉星，听到的是拉这个字，如果叫RR星，那联邦听到的就是这个了。随着不断的幻听，不断的攻击，联邦军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都没法确定敌方的位置，个个都慌得一逼。从此所罗门的亡灵这一称号诞生，连远处的夏亚都惊讶，直接我靠的表情，有这靠山在，还打什么王者，直接可以复仇了。只见拉拉星坐在驾驶舱，不慌不忙，脑袋一闪，远处就炸一台战舰。而在另一边，白色木马也发现了这一现象，为了搞清这是什么鬼，直接派出了钢加农、高达、巨装甲，顺着阿姆罗大喊一声开爆，直接就冲在了前面。刚走没多远，又见到一道光束射了过来，炸了高达后面的战舰。阿姆罗惊讶了，开始寻找攻击源。就在此时，脑袋一闪，别人只是听到幻听，而他连幻视都来了。只见一道荷包蛋一样的光团慢慢的靠近，拉拉星就像蜘蛛精一样，直接在阿姆罗的脑袋里散开。这也直接让阿姆罗发现了拉拉的位置，于是他驾驶着高达向拉拉的方向飞了过去。而拉拉这边也感受到了阿姆罗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。夏亚怕拉拉身体撑不住，便叫停了攻击，掉头撤退了。此战役结束。紧接着是第二战，联邦舰队打击战。就在夏亚这边发现了前方有联邦的舰队，经历了上一战，也该开始让拉拉实战一下了。直接让2台大摩和艾尔梅斯出击，先是发2个导弹，直接丢过去，来个下马威，顺着就轰就轰，2艘战舰直接下线。接下来就要靠 MS 和 MA 过去清场了。2台大摩打前锋，艾尔梅斯跟在后面。在大摩的掩护下，拉拉开始安静地发动精神感应，先是发射2颗浮游炮，直接 BBQ 射击，给一个战舰来了个透心凉。而拉拉就像小女孩第一次煎荷包蛋一样，露出了很有成就感的表情。而大摩的驾驶员也是很惊讶，这台艾尔梅斯也太牛叉了，有新人类在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打什么？打酱油吗？越想越不爽，2个老油条直接退到了艾尔梅斯的后方。一旦没了大摩的掩护，拉拉慌了，看着这下雨式的攻击，单躲避都费力，根本没办法集中精神，而且还直接吃了战舰1炮。而浮游炮虽然是围绕的战舰，但就是没办法开炮。而夏亚也看到了这个情况，他看了看艾尔梅斯，再看了看吞炮的大摩，直接骂道：你们2个 KLF 再恶心一点。而大摩就一副你行你上啊，没办法，夏亚只能自己亲自掩护。拉拉一看，哇，小狗来了，这下安心了。只见拉拉重新调整心态，浮游炮直接4角射击，一个 X 型，把最后一个战舰直接撕爆，战役结束。然后是第3战，初次高达接触。由于阿巴瓦空战役要开始了，夏亚和拉拉也加入了基西利亚的攻击部队。在基西利亚了解完艾尔梅斯的战绩后，也很欣赏，希望可以看到成果。战役就此开始。而在白色木马这边，阿姆罗正在外面测试瓷器铝模，结果发现远处的联邦和吉翁2队人马在放烟花，开战了。
白色木马立马过去帮拖，由于对方的敌人比较多，白色木马全员出动，高达依然是冲在最前面。就在感叹战场人多时，突然又感应到有人在呼唤，顺着感应发现了是夏亚，好你个夏亚！高达直接举枪，这下逮到你了，直接一枪就过去。拉拉也通过感应发现不对劲，立马用浮游炮帮夏亚挡下。阿姆罗开始纳闷了，哪个王八蛋这么多管闲事？转头一看，哦，是尖帽子和大魔。阿姆罗大喊一声：“你是哪根葱啊？滚一边去！”直接对着大魔的肚子来了一枪，直接射爆。此时夏亚发现这一台高达不同了，比以前更快了。那必须的，瓷器女魔威武！只见夏亚直接冲了过来，要单挑，两台机开始转圈圈的对射。拉拉也唔执输，冲过来帮拖。阿姆罗吓了一跳，两个新人类脑袋一闪，发生了共鸣。拉拉也喊了一声，结果帮了个寂寞，两个男人继续对射，最后高达一枪把勇士的手臂射爆。夏亚疼得要死，大喊一声靠北，直接单手射击，而拉拉在另一边也双炮射击。高达来回躲避，呵呵，绰绰有余。不过目标还是夏亚的勇士，边躲边靠近，直接一个香港脚踢翻了勇士。拉拉心疼的要死，立马精神感应控制浮游炮，但因为阿姆罗也是新人类，两个人相互干扰，这一场仗是打不下去了。拉拉请求撤退，最后夏亚和拉拉离开了战场，战役结束。在临走时，拉拉通过新人类的感应开始骂阿姆罗坏人，阿姆罗被骂得一脸懵逼。拉拉说道：“你敢打我家小狗，你就是个坏人。”阿姆罗也纳闷了，打不赢就说我是坏人，要脸不？好，接下来是最后一战，白色木马攻击战。随着上一场的战役，白色木马也跟13战舰会合了。由于拉拉一天内击沉了4艘战舰，基西利亚非常的满意。现在战场也开始转到了月球的背面。按照基西利亚的命令，在这第2波的进攻中，夏亚和拉拉主要任务就一个，去攻击白色木马。在出击前，夏亚找到了拉拉，然后直接刀喉到命，捧着拉拉的脸就啃了过去。拉拉顿时老脸一红，乳腺都通了，直接给拉拉打了一个超强的鸡血。战斗正式开始，疾风这边大魔和艾尔梅斯直接出击，而白色木马也全员出击。联邦派出了大批的吉姆出击，铁球也不甘示弱，成群结队的冲了出来。基西利亚先开第一炮，战争正式打响，舰队之间开始互射。接下来就是打群架了，两边 MS 正式互殴，而高达就一个目标，找艾尔梅斯。只见一群浮游炮飞了过来，开始围着高达全方位射击。但对于新人类已经觉醒的阿姆罗，那简直就是濕碎。每一个浮游炮的轨迹完全一清二楚，一挡一避完全没问题。在躲避的过程中，阿姆罗也开始领悟，用感觉去感应浮游炮的轨迹，顺着一句我懂了，然后 biu 的一枪直接打中，接着预判轨迹再一枪 biu 完美，再结合瓷器女魔的反应速度，直接一枪一个。拉拉见状只能硬刚了，顺着两人的精神感应，两个新人类的专属聊天室开启。阿姆罗问：“为什么你要跟我打？”拉拉回答：“谁他妈稀罕跟你打？要不是你打我家小狗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”阿姆罗忙着问：“你家小狗是谁？能多养一只吗？”拉拉回答：“不行，你不死，我家小狗就会死，你们势不两立。”就这样，他们两个打着打着就开始私聊了。夏亚见他们聊得火热，直接冲了过来，狙装甲也赶了过来。2对2对决开始，勇士直接一炮把他们分开。高达直接拔刀，一个跳跃砍了过去，把勇士的枪给卸了。勇士也拔刀，肉搏开始。夏亚直接全力一砍，高达格挡跳开，拉拉立马补枪，高达一个后空翻，顺手再往勇士那里劈了过去。勇士有样学样来了个后空翻，但被狙装甲打断，竟然敢左讨左塞，拉拉直接射击狙装甲，狙装甲紧急避开，不过旁边就是夏亚，直接一刀打算爆头。千钧一发，高达挡住了刀刃，我靠，险过太逃！拉拉直接冲过来，把高达的盾给射掉了。夏亚见高达没了盾，正要冲上去补刀，狙装甲开炮再次打断了夏亚。夏亚心想：雷个冚家鏟，直接打算先毁了狙装甲，不过被拉拉阻止了。定眼一看，原来是自家妹妹。
就在夏亚惊讶之余，高达趁其不备，手起刀落，把勇士的手给砍了。就在最后一击，阿姆罗喊着：“夏亚，你收皮啦！”拉拉星冲了过来，正所谓狀元救老母，時間啱啱好，直接擋在了勇士的前面，硬吃了高達一刀。拉拉星隨着大喊，頭盔爆裂，隨着艾爾梅斯一起爆炸了。戰役結束。最後，阿姆羅和夏亞都哭成了狗，拉拉也結束了一生。好，隨着艾爾梅斯的毀滅，我們回頭看看他的武裝部分吧。艾爾梅斯其實武器都是 Mega 粒子炮，只是形式不同，也就是2種形式。第一個是在頭頂的2門 Mega 粒子炮，屬於固定武器，長炮身，跟戰艦的主炮形式相同。從機身的這個位置的狹縫可以看出它的活動範圍，主要就是上下方向的移動。攻擊覆蓋範圍也就是前方和上方的位置，主要是因為它只用於近戰，而之所以不完美，也是因為艾爾梅斯本來就不是近戰的 MA， 所以這2門炮比較雞肋。在動畫中唯一用的也就2種情況，一種就是聯邦打擊戰役中，因為精神力沒法集中，所以直接打算開炮射擊；另一種就是跟高達對戰時，阿姆羅同為新人類，浮游炮又不起效，直接衝過去用主炮來打。還有狙裝甲在近距離蒼鷹式飛行，也是靠這2門炮直接上下對着射。而第二個就是艾爾梅斯的主武器 BIT 浮游炮，位於屁股的這2個孔，全身一共12枚，我們抽一顆出來看一下，就是長這個樣子，全長為 8.4 米，高為 9.5 噸。我突然想起 G 系列的閃光高達也才 6.8 噸，這玩意比高達還重。整體造型以圓形為主，這個位置是光束發射口，在發射口的上方有沒有看到一個小圓點？是的，單眼攝像頭。這小玩意是有眼睛的，真係問你死未？本體的大圓球是一個小型的熱核反應爐，周圍有一堆的小孔，其實是直視控制噴嘴，看着數量就應該知道這小東西有多靈活。而後面的這個是浮游炮的主推進器，因為這個怎麼說也不算大，而且速度靈活它都有，所以隱蔽性非常的強，這也是正常敵人很難發現它們的緣故。而這個浮游炮是由拉拉星通過精神感應來進行操控，說白點就是想到哪打到哪。另外 BIT 浮游炮因為是通過米諾夫粒子震動來接收信息的，所以在米諾夫粒子散布的戰場上，它依然可以絲滑的運用。單靠腦袋思考就能讓12個浮游炮圍攻，這一個想想都很恐怖。不過雖然很厲害，但也是有局限的，畢竟只有新人類能用。這種純靠感應的武器，普通人也只能在一邊看着，所以根本就沒法量產。好了，本期解析就講到這，下期算了，不說預告了，感覺每次說了我都沒做，想法太飄忽了，下期隨機吧。好，喜歡的朋友可以點讚支持一下，想看更多同類視頻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，我們下期見吧。